就当我们以为7寸彩色墨水屏的进化要暂时告一段落的时候，文石又给我们带来了新的惊喜 Leaf 5C。作为 Leaf 3C 的迭代款，它到底在哪些方面 C 位升级了呢？今天我们就用最短的时间给大家看到最核心的一些信息，看看这台新机值不值得大家立刻冲一波。OK， 老规矩，先看看外观。Leaf 5和 Leaf 5C 外观可以说是完全一致，有更好的握持感的天使之握，更实用的物理翻页键和最高支持2T 的扩展卡槽。喇叭和麦克风以及 Type-C 接口也跟 Leaf 5完全一致，整体的做工呢和质感，还是熟悉的文石的味道。OK， 那现在呢，让我们聚焦 Leaf 5C 的屏幕本身，它搭载的呢是全新的卡利路3代屏。点亮它的那一刻，你首先会感觉到是一种不同于传统黑白屏的生动感。我们打开一本彩色漫画，大家可以看到人物的服装、背景的氛围都因为色彩的加入而变得鲜活起来。这种色彩不是那种浓妆艳抹的鲜艳，而是一种更加温和、内敛、更接近我们阅读实体印刷品的自然光感。4096色的呈现，让色彩的过渡和层次感都可圈可点。再来看看杂志和图文的一个书籍。以往在墨水屏上看这类内容，很多色彩信息只能靠脑补。现在 Leaf 5C 能把这些设计精美的排版和图片，以一种对眼睛友好的方式呈现出来。无论是艺术画册中的细腻笔触，还是商业报告中的彩色图表，信息的传递都更加直观高效。对于学术党和学生朋友来说，以往在黑白屏上难以区分出颜色的标注、数据的图谱，那现在呢都是一目了然。再来看看黑白文字的细节表现，因为是300 ppi， 文字的边缘呢清晰锐利，基本没有毛刺的感觉。不得不说，我这一次非常喜欢的一个功能就是这个阅读预设，你可以直接选择喜欢的样式，或者自行设定一个常用的样式。打开一本书之后直接套用，省去非常多的设置的麻烦，真的很实用。然而这些还不够，文石第一次在7寸的 Leaf 5C 上加入了手写电容笔。这支笔使用的是一种较扁的椭圆形设计，你可以通过握笔的姿势来满足自己对笔宽的一个适应。相对于 T13C 的原装笔，它虽然不能磁吸在机器侧面充电，但是却加入了侧键，方便在手写错误的时候进行涂改。打开手写功能之后，主页的菜单呢会自动出现笔记选项，书中呢也会自动出现手写和批注的一个选项，这对于提升学习和工作效率帮助很实打实的。作为一款7寸的小设备，在上课和会议中进行声音录制也不会觉得突兀，即使课程或者会议结束之后，你还可以对录音内容进行转文字的处理，方便日后归纳复习。当然，作为一款成熟的 Box 设备， Leaf 5C 在其他方面也保持了水准。开放的安卓13系统，你可以自由的安装第三方软件，扩展阅读资源呢也不成问题。高通8核 CPU 加上4+64G 的配置，我们常用的几款阅读软件，比如说翻解小说、微信读书、知乎，刷新呢都控制得不错，而且呢运行也很流畅。跟 Leaf 5一样，我们依然不推荐在上面看视频，但说实话，如果真的要用的话，那的确会比黑白屏要好。起码在看网课的时候，终于可以看到板书中不同的颜色了。那么回到最初的问题全新的 Leaf 5C 值得购买吗？那如果你是小彩屏的老用户，并且呢对于色彩的显示和手写体验有更高的追求，那么 Leaf 5C 的屏幕升级和手写优化是能够让你明确感知到提升的，值得考虑升级。那如果第一次尝试彩色墨水屏阅读器，并且有漫画、图文阅读以及轻度笔记的需求， Leaf 5C 在色彩表现、便携性和功能的平衡上，无疑是一个极具竞争力的选择。它在努力告诉你，墨水屏不仅能护眼，还能更多彩、更高效。好了，这就是本期关于文石 Leaf 5C 的快速上手体验。时间有限，那我们只能挑一些重点。如果你对它还有其他的一些好奇，欢迎在评论区一起交流。我们下期再见。